好多人攞住八字嚟問命理師，佢係唔係我嘅正緣？婚姻會唔會長久？可唔可以白頭到老啊？現代人將婚姻等同於真愛，錯。婚姻嘅本質係一場冰冷嘅社會契約、政治戰略同埋制度框架。古代統治者用佢嚟鎖定人口、榨取勞動力，佢係維持穩定嘅政治工具，甚至透過法律強迫百姓分配。越王勾踐就曾經規定，女子17歲唔嫁，男子20歲唔娶，佢哋嘅父母有罪。晉代甚至規定女子到咗17歲未嫁，就由官府強行配對，因為人口即係國力，直接決定咗稅收、勞動力同埋兵員。普通百姓就用婚姻嚟傳宗接代、壯大家族勞動力同埋祭祀祖先。佢從來都唔係為咗俾你談戀愛、體驗甜蜜而設計嘅。依家我哋將婚姻同埋真愛畫上等號，不過係近100-200年資本主義為咗賣鑽戒、辦婚禮同埋影婚紗相而包裝出嚟嘅消費主義童話。大家好，我係夏瑩，歡迎嚟到觀命之局。我哋由八字命理入面十神關係嘅底層邏輯嚟睇，就會好清晰。首先由社會層面嚟講，代表婚姻嘅十神係官煞同埋印星。官煞即係正官同埋七煞，代表係克我嘅嘢，佢係法律體制、束縛、規矩、責任、妥協同埋公權力。而印星即係正印同埋偏印，代表係生助我嘅嘢，佢代表嘅係家庭、契約、庇佑、名譽、安全感同埋社會道德價值觀。官煞嘅管束係冰冷而且嚴厲，社會為咗穩定，制定咗婚姻法同埋規條。而印星就係由呢一套體制入面衍生出嚟嘅證明，佢係一張吸咗印嘅合約，規定咗財產分配、撫養義務同埋社會身份，甚至承載咗國家人口政策嘅剛性 KPI。喺十神互動入面，官煞會生助印星，只要你願意接受官煞嘅規條，進入婚姻登記，官煞嘅社會制度就會轉化為印星，即係法律產權同埋承繼權，嚟保障你嘅安全感。煞印相生代表咗制度同埋合約嘅雙重加持，所以婚姻就好似雀籠咁樣。官煞係雀籠嘅鋼筋，印星就係嗰一把鎖匙，因為只有鎖起嚟，你先會覺得安全。呢一把鎖匙唔係用嚟開啟自由，而係用嚟鎖定承諾同埋財產，確保呢一段關係唔會隨意崩塌。透過鎖住雙方嚟換取安心。所以婚姻嘅底層本質係家庭合夥人。佢係一間共同經營財產、履行法定責任、照顧家庭嘅公司。既然係公司，又點會同愛情扯上關係？如果驚對方飛走，一定要韞住對方先至安心嘅話，咁樣算係愛咩？真正嘅愛係唔需要用道德、身份、物質嚟綁架，而對方依然選擇留喺身邊。契約嘅本質其實就係唔信任。係為咗驚萬一對方賴賬嘅時候，你可以用法律嘅手段同埋道德規範嚟俾自己最後一份保障。就兩性層面嚟講，八字早就開宗明義，女性官煞同時代表丈夫同埋僱主或者體制。點解？因為喺古代，丈夫就係掌握生殺大權嘅老闆。當時女性係冇獨立嘅工作權利，婚姻就係佢哋唯一嘅就業市場。盲婚啞嫁係面試，三書六禮係買斷金，婚書係終身員工合約。男人提供嘅基本生存供養同埋夫人嘅名分，就係僱主發放嘅月薪同埋勞保。誕下男丁傳宗接代，孝順公婆，亦即係董事長，同埋打理家務，就係作為員工嘅剛性 KPI。如果生唔到仔或者忤逆公婆，僱主係可以隨時啟動7出之條，將佢合法開除，亦即係休妻。而且仲攞唔到任何遣散費。喺呢一種一世都冇辦法辭職嘅絕對僱傭關係入邊，丈夫官煞就係負責管束、修正、考核你嘅終極大老闆。而男性八字入面嘅財星，既代表金錢、土地、奴隸，亦都代表妻子。呢個就係赤裸裸嘅物權法。財星係我克嘅嘢，克即係支配、佔有同埋隨意處置。喺古代法律入面，女性冇獨立嘅人權，男方俾嘅聘禮本質上係資產所有權嘅轉移交易。妻子係男人嘅私有財產，傳宗接代嘅工具。有句諺語話：女人如衣服，呢個就係當時社會對女性物質化嘅真實體現。
喺早期蒙古嘅收繼分文化入面，妻子甚至係可以由兄弟或者兒子繼承嘅資產。而家清晰啦。試問奴隸會唔會愛上僱主？答案係絕對唔會。奴才面對僱主官殺嘅本能反應係敬畏、小心翼翼、驚出錯同埋無止境嘅妥協。喺一個日日考核你，可以隨時決定你生存命運嘅權力上位者面前，你只會產生防衛心理同埋生存焦慮。嗰個係求生本能，唔係愛。女人嫁俾丈夫，完全係因為官殺可以生孕，透過接受官殺嘅壓迫嚟換取生存空間嘅利益考量。係咁，僱主會唔會愛上奴隸？答案亦都係唔會。主人面對奴隸財物只有一種心態，就係唔好整壞，幫我增值，唔准俾人搶走。呢啲叫佔有欲同埋控制欲。當一個男人問我嘅財星喺邊度，佢旺唔旺我嗰陣，佢本質上係喺度問緊我嘅私有資產幾時到賬，佢可唔可以幫我做家務、生仔、擴張我嘅家族產業。八字上呢啲叫做財生官殺，呢啲唔係愛，係對工具嘅滿意度考核。財同埋官本質上係支配同埋受制嘅勞資關係，而印就係呢一間公司嘅勞資合同。就算正妻表面上擁有家庭管理者嘅名分，但係底層邏輯上依然係僱傭關係，甚至係主人同埋奴隸嘅關係。所以難怪古代夫妻都係相敬如賓，因為佢哋心知肚明，大家只係生存嘅拍檔。佢哋喺同一個雀籠入面結算嘅係 KPI， 打嘅係生存戰。當你問八字呢一段婚姻可唔可以一生一世嘅時候，翻譯過嚟其實係男人追求嘅一生一世係對財物嘅永久擁有權，哪怕佢對妻子正財一啲心動都冇，佢對呢一件資產嘅控制欲同埋實際需求依然係終身嘅。佢需要妻子繼續做呢一間公司嘅免費長工，維持穩定嘅外殼，作為佢名下資產嘅一部分。佢唔係唔捨得妻子，佢只係唔捨得自己嘅資產縮水。女人追求嘅一生一世係一張終身都唔會俾人開除嘅長期飯票，佢求嘅只係嗰座名為婚姻嘅監獄，可以按時發放救濟糧。既然婚姻就係就業，咁古代女子對呢一份終身合約嘅最高期望，根本就唔係丈夫愛唔愛我，而係尊嚴同埋名分。第一，丈夫可唔可以相敬如賓？尊重代表承認你係公司副總裁，亦即係正室。第二，驚丈夫寵妾滅妻，佢會唔會為咗其他女人而動搖你嘅正室地位同埋股權？八字上呢啲叫做財破印。第三，生前同埋死後嘅保障。呢一份合約除咗包含生前嘅終身養老，亦都要進入祖先牌位，兌現供養死後世界嘅保障。妻子同時作為男人嘅資產，同埋家庭呢一間公司嘅副總裁，暗示咗妻子嘅功用。處理好後勤，穩定咗公司嘅基礎。呢一個喺八字入面稱為財生官殺。物質係穩定體制嘅基石。由社會層面嚟睇，如果冇物質嘅支撐，任何制度同埋契約都只係一紙空談。家庭亦都一樣，如果冇妻子作為資產嘅一部分支撐住公司，婚姻呢一個雀籠，隨便一場現實嘅風吹雨打就會冧檔。呢個就係點解古人喺嚴苛嘅生存條件下，極度推崇財官印嘅原因，因為資產、制度同埋保障先至係生存嘅硬道理。喺生存面前，個人嘅意志微不足道。呢一套體制入面根本冇預留到愛情嘅空間。婚姻嘅初衷係為咗結盟，而唔係相愛。古人講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呢個係一場嚴肅嘅財產合併同埋階級鞏固。男方需要一個正妻處理後勤，同埋誕下合法承繼人嘅生產部主管。喺呢一種利益交換之下，雙方喺洞房花燭之前，連對方嘅容貌都一無所知，更加唔好奢談咩嘢愛情啦。睇到呢一度，可能你會話：而家都2026年啦，思想仲停留喺壓迫人權嘅封建時代。現代文明已經實現男女平等㗎啦，但係事實係，無論時代制度點樣改變，人性嘅底層邏輯幾千年嚟從來都唔會改變。八字之所以到咗現代都仲可以繼續將財星視為老婆或者女朋友，
將官殺視為老公或者男朋友，主要係源於兩個層面。第一，生物層面，生存同埋繁衍嘅原始本能。喺基因入面，財星對男性嚟講的確係女性。雄性嘅原始本能係透過擴張、佔有同埋壓制嚟獲得交配權，而官殺對女性嚟講亦的確係男性。雌性喺體能爆發力上相對較差，喺原始環境下，通常雄性係掌握資源嘅一方，而強大雄性嘅基因會令到嬰兒嘅存活率較高，生存同埋繁衍本能驅使佢哋偏向選擇強大嘅男性。加上生育成本嘅不對稱性，促使女性接受管束以換取長期嘅庇護。佢哋唯一嘅制衡手段係利用智慧同埋情緒價值，以柔制剛咁樣馴服野獸。如果淨係睇財同埋官，婚姻不過係兩隻野獸為咗生存同埋繁衍而達成嘅協議。第二，心理層面，等價交換嘅潛意識。現代人雖然口口聲聲高呼男女平等，但係潛意識入邊嘅買斷心理從未消失過。由巨額嘅結婚禮金去到日常細節，只要涉及男性應該埋單，男性應該負責更多嘅家用，大腦就會自動啟動經濟補償嘅心理機制。當男人付出咗金錢，潛意識入面就要返對等嘅回報，就係控制權同埋階級之分。現代女性雖然經濟獨立，但係社會觀念依然推崇男方應該有風度。但係當女性喺度享受對方負責大比例開支，甚至食飯埋單嘅保護嗰陣，本質上依然係將自己放返去八字入面嗰個被克弱勢需要被補償嘅財星位置。你攞走咗佢嘅財，就必須承擔佢嘅官。呢一個係一場絕對公平嘅能量交換。呢一層直接篤穿咗現代婚姻嘅最大悲劇。現代人被資本童話洗腦，硬係要逼呢一對僱主同埋員工喺辦公室入面瘋狂索取純愛。好多女性睇八字見到官殺旺就以為有正緣，可以嫁到好老公，但係進入咗婚姻先至發現呢一個男人對佢挑三挑四，要求佢做家務，用冷冰冰嘅規條壓迫佢，佢就會崩潰咁樣問：點解你唔愛我？淨係當我係工人？同樣，男人都喺度埋怨緊女人。點解你淨係想攞我啲錢，但係就唔肯對我溫柔順從？其實答案一早就寫好咗，因為你哋主動進入咗呢一間名為婚姻嘅公司，簽咗僱傭合約。女人攞咗男人嘅財，接受咗佢嘅官殺，但係就日日向僱主要求靈魂伴侶嘅真愛同埋自由，甚至以真愛為名唔去刷 KPI。但係女人唔記得咗，僱主要嘅係一個可以完成 KPI 嘅稱職合夥人，而唔係同你談戀愛。而男人亦都要明白，如果你淨係出咗買斷金，咁你得到嘅就係一個員工，而唔係一個愛人。所以睇八字問婚姻之前，先收起你嘅浪漫幻想，搞清楚你到底想問乜嘢，唔好再問對方係唔係我嘅真愛。你應該問嘅係：我嘅八字格局裝唔裝得落呢一個雀籠，同埋對方又係唔係一個稱職嘅合夥人？家庭嘅穩定從來都唔係愛情嘅勝利，而係兩位股東對呢一間名為家庭嘅公司展現咗最高級別嘅商業信用同埋合約精神。睇到呢一度，你可能又會話：現代人已經可以自由戀愛，選擇中意嘅對象啦。結婚係因為愛，只要有愛，就願意不計回報咁樣付出。講得冇錯，喺純粹嘅愛面前，確實係不計回報。但係問題係，當呢一份愛走入婚姻體制嘅時候，佢就必然回歸等價交換嘅商業機制。為愛而步入婚姻呢一個由消費主義包裝出嚟嘅糖衣謊言，正係當代所有婚姻悲劇嘅起點。因為愛係流動同埋不受約束嘅食傷，但係婚姻係契約，係必須提供安全感同埋家庭責任嘅財官印。既然擁抱咗自由戀愛，點解仲要執着走返婚姻嘅雀籠？我並唔反對婚姻，因為呢個係人類對安全感嘅追求，只係必須要認清，當你選擇咗婚姻，就意味住必須喺安全感同埋自由戀愛之間做出殘酷嘅取捨。下集我將會解說代表戀愛、自由同埋叛逆嘅食傷，點解食傷注定會擊碎雀籠？古人又點解咁極力排斥食傷？係咁，喺嗰個冇自由戀愛嘅時代，佢哋又係點樣喺體制之外安放愛情嘅？而現代人越追求真愛，
點解反而離婚率越高？下集繼續觀命知局，拆解婚姻同埋愛情嘅真相。